還記得嗎？我們的姚希先生在香港做了一件什麼事兒？拒赛，他用實際行動告訴中國球迷，老子有光環，所以你們只配看老子的後腦勺。這就是所謂的球王。這樣的球王怎能代表足球？他憑一己之力讓無數人戒掉了世界杯，這在體育史上都是個奇觀。如果把這屆世界杯比作一鍋亂燉，那原本的賣相簡直就是史級的災難。中國球迷剛下飛機就被零元购大軍洗劫一空，這邊辦開幕式，球場外邊還在激烈的暴亂。特朗普赛前大贏特贏，本屆世界杯將一票難求。原來是貴的買不起，甚至阿根廷這種熱门球队都有如此多的空席位。所以在挪威队3-2絕杀塞內加爾之前，我一度以為这届世界杯就是一场大型的流量作秀。我們看球看的是啥？是英雄主義燃，是心跳加速的順。結果呢，被某些所謂球王的傲慢折騰得心力交瘁。但就在那天，當挪威队員坐在草坪上，當全场数萬球迷同步做起了整齊劃一的維京式划槳，那一刻，空氣裡那種血脈膨脹的原始力量，像一道閃電，直接劈開了世界杯沉悶的蒼穹。別走開，今天咱們不聊虛頭巴腦的戰術，咱們探討一點真實的。為什麼說挪威的崛起不僅是哈蘭德的個人秀，更是對某種偽偶像文化一記響亮逼斗？對比一下那些靠着裁判、營銷、拒賽來維持人設的偽球王，維京海盜這種出圈本質上是觀眾對虛無的一種反叛。他們划的是槳嗎 ？No， 他們划走的是世界杯那一潭死水，喚醒的是中國人骨子裡那種對兄弟同心的极致共鳴。我是白饭大招，歡迎來到老李池。同志們，先問大家一個扎心的問題：你是不是已經徹底戒掉世界杯？如果是，恭喜你，你不是一個人。往年世界杯是全民狂歡，是宵夜燒烤、熬夜刷屏、全民熱議的盛事。而今年的世界杯，用全网觀眾的一句話總結，就是稀碎、無聊、流水線，味兒同嚼蠟。裁判搶戲，流量橫行，飯圈裹挾，豪門擺爛。曾經讓無數人熱血沸騰的足壇盛宴，硬生生變成了資本操控、流量炒作的娛樂秀場。無數老球迷搖頭嘆息，新生代觀眾毫無共鳴。大家一度以為這屆世界杯注定全程拉垮，沒有半點值得銘記的名場面，終將淪為足壇史上最平庸的一屆賽事。但是就在全網吐槽、全民棄賽的輿論低谷裡，一場3-2的絕殺逆轉，直接盤活了整屆世界杯。挪威力克塞內加爾的賽後瞬間，數萬現場球迷整支挪威隊整齊劃一，抬手劃臂吶喊，復刻古老的維京長船遠航划槳姿態，沒有花哨動作，沒有刻意的作秀，數萬陌生人同心同頻，聲勢震天，氛圍感直接拉滿。這一刻，全世界網友集體破防，這哪是足球賽後慶祝，這分明是維京傳奇真人實景 DLC， 是現代足壇最純粹的鐵血浪漫。有人調侃法國隊、阿根廷隊在踢商業化足球，只有挪威隊在傳承文明、征服賽場、致敬信仰。本期视頻我跳出所有人都在聊的球星熱度、比賽胜負、豪門恩怨，用一個99%人看不到的視角，深度拆解3個核心問題。第一，為什麼簡簡單單的維京划船能碾壓所有的花式慶祝，成為本屆世界杯唯一出圈名場面？第二，被稱為足壇數值怪、系統 bug 的哈蘭德到底憑什麼成為稀碎世界杯裡的唯一清流、唯一看點？第三，也是最核心的痛點，為什麼無數中國人集體戒掉世界杯？體育競技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足球的初心究竟被什麼弄丟了？又該如何找回？孫子兵法謀攻篇有言：上下同欲者勝。這句話道盡了兵家制勝的最高奧義，也精準詮釋了挪威足球爆火全網的底層邏輯。很多人以為維京划船只是網紅動作，跟風噱頭，帥過3天就會過氣。但所有人都看錯，這根本不是臨時炒作的網紅套路，而是挪威民族流淌千年的文化圖騰，是刻在骨血裡的信仰共鳴，也就是維京雷鸣划槳禮。溯源可以直达公元8世紀的維京時代。彼時，北歐維京人駕着龍首長船，橫渡洶湧北海，遠航拓江，征戰四方。每一次整齊劃一的划槳，是全員同心的堅守；每一次震天撼地的吶喊，是直面風浪的勇氣；每一次同步揮臂的姿態，
都是同舟共濟、生死与共的团队信仰。不同于其他球队刻意設計的花式慶祝、個人耍帥的高光擺拍，維京划船從誕生之初就沒有個人英雄，只有集體共生。反觀當下足壇的主流風氣，個人炫技、流量炒作、飯圈互撕、抱團炒作，所有球隊都在追求明星效應、商業價值、數據排名，唯獨忘了足球最原本的內核：團隊、團結、共生、熱愛。道德經講：大道至簡，返璞歸真。最頂級的魅力從來不是複雜花哨的包裝，而是最純粹、最本真的堅守。維京划船之所以能殺瘋全網，碾壓所有網紅慶祝，不是因為動作多炫酷，而是因為它治癒了當下足壇最病態的亂象。如果說維京划船是本屆世界杯最治癒的精神內核，那哈蘭德就是這屆世界杯裡唯一的硬核牌面，唯一的純粹競技標杆。全網給哈蘭德起了個最貼切的外號：足壇數值怪。行走的系統 bug， 足球滅霸，甚至魔人布歐。普通人踢球靠技巧、靠意識、靠經驗、靠天賦，而哈蘭德踢球靠的是不講道理的硬核天賦，碾壓級的身體屬性，身高194 cm， 體重95公斤，速度、力量、射門、對抗、衝刺5項數值全部拉滿。就好比英雄聯盟裡別人的上限是18級，而哈蘭德的上限是20級。別人最多6格裝備，而哈蘭德有7格裝備。玩過足球遊戲的朋友也知道，如果自建球員調成哈蘭德這套數據，系統會直接判定違規，強制重置。因為強的違背常理，強的脫離凡人的範疇。古人云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。但哈蘭德打破了所有人的認知，他仿佛就是上天賜予足壇的天選之子。別人10年磨一劍，終身苦練求突破，他天生頂配，自帶 buff， 出道即巔峰。很多人嫉妒質疑，覺得他只會靠身體，毫無技術含量。但真正懂球的人都明白，極致的天賦就是最頂級的技術。《三國演義》中，呂布憑一句“人中呂布，馬中赤兔”封神三國，憑一己之力碾壓各路諸侯，成為亂世戰力天花板。而如今的哈蘭德就是足壇亂世中的呂奉先，不用花哨盤帶，不用刻意炒作，不用飯圈造勢，僅憑絕對實力就能穩住全場，主宰賽場，逆轉戰局。本屆世界杯最詭異、最真實的現象就此誕生。全網觀眾早已放棄看豪門對決、明星博弈，所有的期待只剩下一個：等哈蘭德上場，看純粹的競技碾壓。那為什麼哈蘭德能成為本屆世界杯唯一看點？說到這裡就避不開一個繞不開的死結——梅西。中國球迷親切地稱呼他為 Yoshi。我們要講體育競技先得明白什麼是競技。上書講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競技的底色是平等，是尊重，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執着。可我們的 Yoshi 先生在香港做了一件什麼事兒？拒賽。這不僅僅是傲慢，這是對體育道德的踐踏。他用實際行動告訴中國球迷：老子有光環，所以你們只配看老子的後腦勺。這就是所謂的球王。這樣的球王怎能代表足球？2000多年前，古希臘奧林匹亞神廟上刻着一句話：更快、更高、更強。後來又增加了更團結。中國古人也講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體育從來不是造神，而是超越。它不是一個人的封神，而是一群人的拼搏精神。真正偉大的運動員不在於擁有多少粉絲，而在於能否讓更多人熱愛這項運動。貝利讓巴西愛上足球，馬拉多納讓阿根廷瘋狂，齊達內讓法國沉醉，羅納爾多讓無數少年第一次熬夜。所以真正偉大的傳奇應當是讓人愛上足球。而尤西先生憑一己之力讓無數人戒掉了世界杯，戒掉了足球，這在體育史上都是個奇蹟。他拒絕的不是一場比賽，他拒絕的是體育競技本身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當一個偶像失去了對觀眾最起碼的敬畏，他的神壇距離崩塌就只剩下一個腳趾頭的距離。他代表不了足球，他代表的只是一個被資本包裝出的脆弱的甚至有點油膩的商業符號。不信你可以去阿根廷的比賽彈幕中尋找答案。為什麼梅西被放倒的時候，彈幕中不是同情，反而都在歡呼產得好？更讓人寒心的是，一次次的資本操縱、雙標對待、敷衍擺爛，消耗了無數觀眾的熱愛與包容。都知道本屆世界杯有一個神奇的補水環節，這個環節為何成了天台球迷們評判局勢的分水嶺？
當體育不再公平，當競技不再純粹，當熱愛被當成收割流量的工具，觀眾的退場就是最無聲、最有力的反抗。讀懂了足壇亂象，再回頭看爆火全網的挪威維京文化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維京精神能跨越山海，擊穿文化壁壘，引發全球觀眾的集體共鳴。因為大道同源，文明同心，熱血無國界。北歐維京人崇尚勇敢無畏，直面風浪，同舟共濟，堅守榮耀。華夏千年文化推崇自強不息，見義敢為，眾志成城，修身立德。維京人駕長船闖北海，以無畏之姿探索未知，開疆擴土。華夏先民鄭和七下西洋，以大國風骨揚帆遠航，兼濟天下。維京戰士以團隊共生為信仰，生死與共，進退同心。華夏文明以眾志成城為底色，人心齊，泰山移，千古流傳，亘古不變。周易有云：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人類骨子裡最原始、最純粹的向往，永遠是熱血、團結、堅守、赤誠，無關國籍，無關膚色，無關語言，無關文化。這也是本屆世界杯最極致的反轉。所有人都以為賽事徹底稀碎，毫無看點。所有人都吐槽足壇初心不在，熱血難尋。結果最純粹的足球，最動人的競技精神，最厚重的文化底蘊，從北歐冰雪之國破土而出。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真心希望挪威隊，希望哈蘭德能捧起大力神杯？說實話，原因很簡單，我不喜歡那些奪冠時只把後腦勺留給球迷的球王，我不喜歡那種眾星捧月，全世界都圍着一個人轉。最後仿佛整個世界杯只是為了給某個人加冕的劇本。因為在我眼裡足球從來不應該是一部皇帝的新衣，更不應該是一場個人的封神大典。真正偉大的冠軍從來不是所有人拖着一個人飛，而是一個人帶着所有人飛。所以我選擇了挪威，選擇了哈蘭德，不是因為他已經擁有了一切，恰恰相反，因為他什麼都沒有，沒有世界杯的冠軍，沒有歐洲杯冠軍，沒有所謂的球王光環，沒有阿根廷那樣輝煌的歷史，沒有巴西那樣厚重的底蘊，甚至連世界杯都差點沒進來。但偏偏這樣的故事才最迷人，因為人這一輩子，誰會喜歡看富二代繼承家產？大家真正喜歡的永遠都是白手起家，永遠都是草根逆袭。就像中國的張雪機車、給阿媽的情書，還有董路的足球小將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